美中进入第4轮的经贸谈判，但是当大家在看谈判第一天14号6个小时谈的怎么样了呢？那么大家关注，看起来目前仍然是以抖音是不是出售期限要再延期为主要的讨论议题，而且呢，很可能是川普9月17号是底线嘛，现在可能会第4次给予宽限吗？路透社就分析了，这2个对双方谈判对象都聚焦在贸易争端，延长看起来是很有可能，最有可能的实质成果，却没有其他的啦，就这个而已嘛。那川普公开的在讲，为了年轻人着想，我想留下抖音，他们很爱 TikTok， 这取决于中国大陆要怎么做。当然是因为川普随便一个留言贴文也有上亿的流量啊，应该也舍不得放掉自己的流量吧。金融时报的报道，北京正式的邀请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了，去访问北京，但是白宫还没有回应。那北京没有打算是不是要致命类的鸦片类药物啊？这个是美方的说法还是没有对于管制药品做出具体的贡献？所以美方说感到很失望这是双方磋商的一大障碍。那北京就说愿意采取行动啊，但美国必须同时撤销因为芬太尼尔对中国大陆加征的关税。美方坚持在减免任何关税之前，你必须要先行动，展现成果。到底怎么样才是成果呢？因此，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副主任科特勒他这样分析的：川普更有可能在 APEC 见面，与其去中国大陆访问不知道面子够不够，还不如在 APEC 上见，并有一系列可以达成的事项，但不是贸易协议。川普力挺 AI， 那什么？影响的是国内的就业吗？很多外国企业，川普不停的讲，要大家欢迎到美国来投资，不想吓走大家，尤其是半导体啊、造船啊这些高技术产业。但问题是，他不是也去搜索人家现代汽车的现场，把人带走，那又要挺 AI， 那但是政策上面又要人家用当地的员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之外，尤其是失业问题，现在不断的公布的非农就业数字，大家都很替美国担心说这个各种失业垄断潮，尤其是 AI 再挺下去会怎么样？很多的共和党的议员都说，因为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跟英国首相签的一份量子计算协议，建立技术伙伴关系，还把一大堆美国企业啦、辉达啦、OpenAI 都带去，说要在英国投资，影响的将会是让美国自己本身的本土可能造成的失业，因为 AI 本来也就会取代人力嘛。那美国的类比晶片对于对中倾销，这个是川普号称在谈判前就对于大陆的企业加以制裁，结果美方的看起来比较空的这个制裁，相对于大陆，它直接非常高的力度，针对于这种晶片里头成熟制程加于美方企业，包括了点名4家生产的德州仪器啊、ADI 啊等等的这种300%以上的高阶，应该是传统的成熟制程呢，加以反击高达300%，这个才影响大了。半导体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战场。看起来这个美方玩法比较不是那么直接，还有点空间，有演的成分嘛。但中国大陆回击可是货真价实。那么各国都不开心，美国的各种关税、各种的做法都有，其中瑞士也是被课高关税的地方。那么有意思的是，有一个知名品牌 Swatch 推出了一支限量的表，把6、3跟9两个位置直接兑换，用来讽刺39%的关税而且只在瑞士地区销售，10号才刚开卖，现在已经大缺货了。显然大家都对于这种川普式的关税掠夺很有感。那这个东亚日报说，美国经济专家建议连外国专家都这样建议日本韩国啦，与其花钱讨好川普因为动不动所要的金额就1/20用在什么扶持对美出口这样，他说不如给这个川普，还不如把它留给这些被影响的本国劳动者跟企业，才能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就好像刚刚赖老师讲，如果韩国因应的措施要全部像把所有的税额统统给了美国，那当地人企业该怎么办？在美国本身呢，是有汉堡通膨已经开始发生了，除了失业的数字非常的惊人，非农就业数字很惊人之外，所谓的汉堡通膨
物价开始涨。这当然牛肉涨的数字更高，但汉堡也涨了。那相对于牛肉当然好一些，但是已经转嫁到消费者的物价已经是货真价实。而美国的长期失业比例，过去3年来这个兼差的缺额增加了50%。那整体的离职数据呢，目前求职者呢至少失业6个月的很多，而所有的数字都是数十万人的这个差异。光是今年的毕业生的投入职场的数字，也让大家吓了一大跳。美国的不景气还有就业的空洞正在产生。亮哥，我觉得中国大陆主动让步的几率很低啦。事实上，李成刚讲了一句话啦，说大家可以谈啊，可是不会让步，就是谈只是维持关系啊，那要让就双方都要让，就是这样。所以，比如说他讲到那个芬太尼那20%，你美国就应该把它砍掉嘛，那我就愿意进一步来对相关的化学衍生物的出口做管制嘛，那美国就不愿意，美国说你要先管制，那哪有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不太可能这样谈啊，要就是双方都做动作啊。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啊占比啊，已经从13.4跌破10%了，所以美国那可怜的大豆农民啊，高粱的农民啊，我看是没救了。这个你说你要叫中国回去买大豆、高粱，那相对你也要来中国买什么啊？不就变成这样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下了决心了啦。你看它跟美国的贸易，现在占总体贸易已经跌破10%了，这已经很低了。结果它对全世界的贸易还在往上走，那表示欧盟啊、东南亚、中东、中南美洲还在往上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解了。那科技的话，就是奉陪啊，是这样啊。所以感觉啊，事实上我还看到一个说法，说你美国先对 TikTok 做个处理，我们再谈啊。他根本就不愿意跟他谈 TikTok，他觉得那个就是你自己这边乱做题目了，所以我觉得蛮硬的啦，我的感觉啦，那。所以，比如说他邀请川普，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啦，因为大陆的媒体还没看到啊。那我也不知道川普现在去能够谈什么啊，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双方已经谈好的清单，那川普去有意义吗？那你再去看双方的军事对话，其实大陆也蛮强硬的也是针对台湾啊。所以我坦白讲，我并不乐观呐，而且。我觉得各个国家也在强硬中，比如说我举例啊，韩国，那美国突然等人家遣返300多个现代汽车的员工嘛，结果李在明受到压力，因为李在明是左翼的，27项在美国的投资全部暂停，就硬碰硬啊，很有 guts 对啊，然后川普只好缓颊，说啊这个。300多个员工让他们回来了，可是他们要负责美国劳工的培训，这个就是原意嘛。可是问题是你不给人家工作签证啊，不给人家B1签证，那他没有办法久待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搓一搓，可能还是会变化了那比如说最近那个巴西那个 Bolsonaro，川普说，你不要对他做司法就办，结果给他重判27年。所以我看起来其他国家也都没有在放软的啦。因为放软不见得有好处啊，重点在这里哦。所以究竟有没有可能川普到北京去访问呢？还是就如其他经济分析专家到 APEC 见了面，反正也不太有具体的结论嘛？谢大使，这些川习会不会会面，大部分都是媒体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在放话了。白宫也没吭气啊，对啊，然后大陆也没吭气啊。那么《金融时报》说，已经听说中国大陆已经正式致函邀请这个川普去北京访问。那白宫也没有说有啊，北京也没有说有啊，所以都是外面的谣传。所以还没有真的证实的消息是。唯一证实的就是说，上一次习跟川通电话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后来新闻稿有说，这个习近平有邀请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川普也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访问，
后来呢，那个川普自己在这个记者会，他有说这同样一段，没有错。然后1个多月前，川普还说过说，我会在今年结束以前去大陆访问，去中国大陆访问，大概是他们自己的讲。可是说有这个正式邀请函这些东西都是媒体的传言了啊。不过现在真的看起来，这个双方元首会晤的几率一般情况下是不大的，因为双方的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然后冲突点越来越大。比如说这一次在这个在这个马德里的这一轮的中美的经贸会谈事实上的话，很多人事先都觉得哇，会不会第一天就崩了？结果第一天还谈了6小时，结果呢还继续谈，这已经让有些人觉得哇，还可以谈这么久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会议之前，美国做了2件事，一件事就突然对中国大陆23家这些机构列入实请清单，不准他们美国的厂商跟他们有任何的互动跟交易，这就是悲歌第二个，在这个前2天呢，川普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所有的北约会员国，说你们应该要用这个关税来惩罚中国大陆跟印度，因为他们持续买俄罗斯的原油，那惩罚幅度50%到100%。那这个是最近开会以前，美国就出了这招。那所以大家对这次会议，尤其中国大陆这个李成钢说，我们只谈不让。那这个情况下能够撑6小时，算是不容易了。所以接着还会谈，因为它是整个到14到17预计嘛，能谈多久不晓得。不过现在中国大陆也很硬，所以呢，美国可能用硬的方法达不到目的。那这样情况的话，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出来看起来是很难。那没有成果的话，那双方领导人有什么好见面的？的确那老师对于这次的谈判会有乐观吗？看起来外界好像没有任何乐观的想象。从他们一见面一起合影，但是没有握手，你已经可以知道结果怎么样了。是就是说这个应媒体的要求有合影，那就代表说未来还有谈的空间。但是完全没有握手我讲的是2位谈判代表贝森特跟何立峰2位没有握手，没有在媒体面前握手给大家看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针锋相对也就是说互相逼对方。美国逼中国大陆就是23家企业制裁嘛，中国大陆马上，而且是在12号谈判的前2天，马上就回给颜色，就是你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对于它的那些40奈米，那是成熟制成的，对而且原本都是美国人的天下，美国人占中国大陆市场从22年大概3-4成，一直到24年去年已经到5-6成了，一年可以卖16亿颗这么多的晶片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生产能力了，也就是说有厂商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准备要铺货了。铺货的时候，刚好你美国人来这一招，中国大陆马上对你反倾销调查。明年一旦通过以后，那些工厂的货准备铺好了，马上对你反倾销，一克可以克300多，300%多的税你根本完全卖不进中国。没错。那也就是说，美国的那一些成熟制成的厂商是几乎灭顶了。那中国的厂商一下子养大了，接着在国际上，我用比你更便宜的价钱卖到世界各国的半导体厂，你还有什么活路？第二个，对于这个美国的启动301，还有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中国调查，中国尤其是半导体这部分，中国启动就是反歧视性的行为。这个行为一旦通过以后中国有权利对于美国的任何厂商，我再强调，任何厂商启动报复性的做法。那甚至金融机构、银行都可以有，也就只要对中国的厂商有歧视性的做法的，中国都可以做。那也就是说，你美国的企业或者你外国的企业，你是根据美国的法律，然后对中国大陆禁止、限制有歧视性的行为，大陆完全可以反制。你想想看，这是在开会之前，中国大陆连出2招，这个跟过去很大不同。好，那您认为这个谈判中国会让吗？中国是要谈便谈，一步不让，要打便打，就继续耗下去。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的：大陆耗得起，因为大陆的政权不会有问题，
美国耗不起。美国明年就期中选举了。没错。期中选举如果美国特朗普的团队选败的话，他就破压了。现在国内也很多抗议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现在仍然毫无和平的迹象，虽然川普先前各种的吹嘘的大话，到目前为止仍然川普看不到对他有利的各种的迹象，所以他生气了。他现在公开在发言说，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重大的制裁，也不知道制裁是什么。而中国大陆一直也要被扯进来吗？王毅这次公开的讲，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制裁只会使问题更复杂。中方要做的是什么？劝和促谈，当前最重要的是弘扬多边主义，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就是单极主义。刻意告诉的是谁呢？泽伦斯基也跳出来说，呼吁呢，希望乌克兰的谈判已经被俄罗斯片面暂停之外，要盟友呢去让中国大陆施压哦。所以呢，现在除非被迫改变目标，否则根本他认为普京是不会停止了。他是一个战争机器，敦促中国大陆利用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力，制止莫斯科的进犯。那不是泽连斯基告诉大家说，川普没用，还是要靠这个大陆来才行吗？但各种的脏水会泼过来，他们这个大陆的媒体这样形容，是因为这个像要是中国停止援助哦，这种俄罗斯过度依赖中国的支持，然后当这联盟角色，所以呢认为只要中国切断对俄罗斯的支持，战争就会结束的说法，也不停的在当中显示这个所谓中国大陆对于战争的影响力。但俄罗斯呢现在继续的秀肌肉，包括国防部最新宣布，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西部2025联合军演，出现了一个苏凯34战机之外呢，还有一枚锆石极音速巡弋飞弹。这个飞弹厉害的是说，飞行速度是音速的9倍之外，更厉害的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公里，又是个远程打击，不管海上或目标，或者是陆上的目标，都是更长程而且精准。那么俄罗斯的财政部长也说，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正在计划建立清算机制，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SWIFT 啊，各种制裁啊，那它可以减少对西方的清算体系的依赖，可以规避风险。所以当俄乌持续还在互轰哦，其实乌克兰的部分仍然有很多的这个武器也进到了俄罗斯去啊。像这个新闻是乌克兰成功打击俄罗斯的列宁格州的炼油厂，这个无人机直接飞了800公里那么远呢，到俄罗斯的西北部这里去打到这个炼油厂爆炸。火光漫天，这个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中心。那么当然，这个情报单位公布了相关照片，燃烧的火光会让大家想到，那表示这当中也有很多的防空的漏洞出现在其中。那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去哪里？北约这几天引起了很多的紧张，到了北约领空50分钟，双方还有一些对峙。罗马尼亚甚至有 F-16紧急升空来加以拦截。刚刚才在这个芬兰这个旁边的国家波兰刚刚才有这样的紧张气氛，现在又到了北约的领空，但有什么办法吗？大概50分钟的盘旋之后，才返回了乌克兰的方向。那光击中俄军没有无人机的部分，防止中国的介入，赫格塞斯特别打电话，虽然打的是俄罗斯的飞机，也要赶快波兰的总理赶快打电话给的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担心不管美中或者是各种的可能性会有对抗的可能。那现在对于双方美中来讲，还是坚持在双方的互相自治跟有沟通的顺畅之下，避免让中国大陆卷入这个战争。波兰的总统是签署了一个决议同意北约的军队驻扎在境内当地的领土，这个是由北约秘书长吕特所宣布的包括了丹麦、法国跟德国都会部署战斗机参与行动。那当然，因为这个是最邻近的国家，波兰也接收了最多的难民，也最直接的担心被波及。而各种的卫报啦、媒体啦，越来越多呼吁欧洲国家要团结，尽速的来阻止包括乌克兰跟加沙战争，因为别指望软弱的川普。现在是这样的氛围，亮哥。波兰本来就有美国的空军基地然后他接受难民，他是接受欧盟的补贴的，所以那个并不是他国家的钱，是欧盟的钱那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啦，因为
因为美西方在制裁俄罗斯嘛，包括日本、韩国啊，所以俄罗斯没地方买东西啊，所以中俄的贸易大概2年多来啦，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2440亿美元啊。可是你不能把这个当做军援啊，对不对？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啊，你说车子啊，那一定也有一些成熟晶片等等嘛。那你说俄罗斯会把这些东西改做军用，这我怎么知道啊？因为军民两用，这个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在搞贸易的啦。哦，那中国大陆他会讲啊，我跟俄罗斯都是正常贸易，对，我并不是军援啊，不然你可以去查嘛。我如果真的有提供武器，那这个战争早就结束了啦。让中国来讲过这样的话嘛。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实在是扯不完呐、比如说美国俄乌问题特使啊，那你要不要去看你美国还在跟俄罗斯做的贸易啊？你美国还在跟俄罗斯买钾肥嘞，好尴尬。对不对？买钛合金，波音公司啊也在买那个低浓度的那个铀矿，你都是跟俄罗斯买的啊，你自己不是一样？所以我说啊，讲这种话都没有用啊，哦，就是俄罗斯它总要活下去吧，那正常的贸易，其实我看这20-30年2-3年来，贸易增加最多的中国啊、印度啦，还有土耳其，是土耳其还欧盟的嘞，没错，你怎么不去？哦，那个北约的啊，那你怎么不去要求土耳其啊？土耳其工业也蛮发达的啊，那跟俄罗斯也做了非常多的贸易，那这几年都是大涨，所以我坦白讲，用这个方式哦，不能解决问题啦，你这个战争还是要用战争这个外交的方法来努力啦。那你去扯说啊，你不能卖东西给他啊，不然哦，就写信给北约说你们开征中国、印度50%到100%的关税，你美国先做啊？为什么北约国家欧洲要先做？你美国先示范嘛，你怎么不示范啊？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些动作真的蛮恶心的啦，你先做嘛，那结果你还跟莫迪要见面呢，对不对？那还写那个他的贴文啊，川普还在讲，我们跟印度是紧密的伙伴啊，那你先做啊，去科印度50%到100%的关税嘛，你敢对中国科50%到100%的关税，那这个西班牙的贸易谈判就不用谈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都在讲空话，那当然倒霉的就是乌克兰老百姓嘛，因为你讲这种空话，无助于解决问题。那就继续纠缠下去啊！那乌克兰坦白说了，都只能够用远程的武器去做炼油厂的打击啦，地面作战几乎没有了。实际上你看，已经3-4个月看不到像样的地面作战嘛，那俄罗斯就是慢慢打，他就是要消灭你的有生力量啊，所以这个就很惨啊，这个。我看过一个数字啦，平均一天死18个人，那这也是一种消耗啊，你的老百姓啊，所以我是觉得扯东扯西啦，都没有回归本质啦，那对乌克兰这个战争要结束是没有帮助的。遥遥无期。接大使，川普现在看起来对俄乌战争啊，对于俄罗斯普京的做法，也只能呛瞎，出一张嘴，也做不出什么具体的作为了吗？他可以做，他不做，他只出嘴了。对，现在他出嘴，然后还赚钱，这样。你要打仗的话，你就跟我来买武器。所以他现在变成他的角色做了很大的调整。这次这个俄罗斯19架无人机直飞乌克兰这个境内啊，这个没有人说是故意的，没有人可以结论说是故意，因为这个19架一起迷失方向是不太可能的，误入你的领空不太可能，而且他还走一条线。都是一架接着一架的进去，所以呢，这个欧洲的媒体他们各界的这个解读，他这个就是俄罗斯在升高俄乌冲突，然后把它怎么呢？把它外溢到北欧的这些会员国里面，目的在试探北约的反应，而且也对北约施压。
那我们要问到北约的里面的老大，美国怎么看呢？川普讲的很简单，就是说非常这个好轻轻带过。他说他们是不小心进入的，可是欧洲人都说这都是故意的。你知道这个飞进去那19架无人机把这个波兰吓到什么程度了？基本上波兰的飞机也起飞了，荷兰的这个 F-35也来了，这个丹麦的这个飞机，意大利的这个防空系统通通进来了，吓得不轻，吓得不行，要手忙脚乱，最后是发射这个反这个防空导弹把它打下来，一架不到1万美元的这个飞机花了300万美元去打，所以呢，这个对欧洲整个来讲的话，这个北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所以你看波兰立刻就跪下来了，跟所有这个欧洲这些北约会盟，你们派军进来，我现在已经被攻击了，这个对他们冲击是非常的大。那事实上的话，现在这个俄罗斯的动作就是摆明了，我现在你们如果继续要打下去，我就测试你欧洲的你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跟这个白俄罗斯做军演。白俄罗斯离乌克兰是最近的，对，而且就在基辅的上面，对，而且白俄罗斯旁边呢更近的是什么？这波罗的海三小邦，那个都是对他们来讲都是赤裸裸的，就是怎么威责他们。所以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现在只出嘴了，美国基本上军队也不出，钱也不出，然后渐渐的就把它这样把它这场战争已经转化成告诉大家，这是你们欧洲人的事了，不要再找我美国人了。我美国的防卫最主要是防卫我的边境安全，把我周边搞好。你们这些欧洲的事情，不要再照过去的思维方式，认为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还是我的事。所以呢，美国已经变了，欧洲人得想办法适应一下。全世界都知道川普变了但只是他的强硬跟跟你示好，总是在不断的对你越坏的朋友、越硬的朋友，看起来还是比较温柔一点。川普也很努力了，例如说阿拉斯加也见了普丁了，到白宫也见了泽连斯基了，然后外带7个小矮人都来了也就是欧洲的那些国家领袖全部都来了，然后在他办公桌面前排坐，像爸爸对于或者是像老板对员工的训话一样。那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为了乌克兰的问题，自愿意成为美国的附庸国了也就是说，老板坐在办公桌中，然后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等这些领导人全部都矮一截了，自己降格了那他的人民看得心酸的不行，但是他这已经是事实。可是问题是有没有能力解决？没有。川普已经证明了他真的没有能力解决。那川普无力感了，欧盟有没有能力解决？欧盟有没有能力解决？也没有。川普也不愿意给，因为他知道我如果像拜登一样再给钱，再给武器我也不敢给高一阶的，因为高阶的战争就万一了。然后整个北约就卷入这场战火了。俄罗斯普丁你就不能够排除他不会使用战略或者是战术性的核武，你完全不能排除了那所以他们不能给更高档的武器，那因此给低档的武器给钱，那只是耗下去而已，好像一个平衡而已，拉锯在那边没完没了的平衡，可是钱就一直烧，200亿、500亿、1000亿这样一直烧。那如果不给钱呢？那就是乌克兰打得更辛苦，然后要欧洲人负担，欧洲人也是一张嘴而已，也就是说也没武器给，也没钱给，然后就在那边讲，到最后怎么办？就怪东怪西嘛，开始怪你中国，你中国你印度，你如果不买那个俄罗斯的东西，它的经济就崩解了，它的经济一崩，它就不会打了，所以呢，都怪你中国，都怪你印度。可是他这个怪也怪不下去，是因为人家马上反问：请问一下，你们欧洲有没有买俄罗斯的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 LNG？ 已经没有北溪1号线、2号线了嘛？那有没有买液化天然气？有，你知道一年买几吨吗？1000多万吨。哇！大家在问说，那哪些国家买？法国买，意大利买，荷兰买。那你们这些欧洲是不是先不要买这液化天然气？还有没有买石油？有，谁买？匈牙利买，斯洛伐克买，他都有买。然后美国呢，你也有买，你买铀矿，你买化学肥料，所以都在向俄国买东西，然后却说，你印度不准买，你中国不准买，你们买的话就给你课50%的关税。坦白讲，在国际间人家听不下去了，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们欧洲人跟美国人已经是一个我们道德沦丧，没有正义，然后讲不出话来，然后这么东扯西扯。坦白说，我觉得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已经把欧洲人他们的信誉扫地了。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最新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亮哥待会儿马上加入我们。首先介绍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基大使。浅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分享一个最新的民调数字，这是来自于 TBS 民调中心的调查，针对台南的初选最新可能的选情，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前两天看到另外一份哦，这一份是针对了陈亭妃还有林俊宪对上了谢龙介，选民如何看？在这个问题就问说，候选人明天如果就是投票日的话，你可能会投给哪一位？其中陈亭妃对上谢龙介是赢的哟。41-36，虽然差距有点近，但是碰到林俊宪的话，谢龙介对上，哇，这个林俊宪就输了，而且落差还有点大，这个差距是5跟12，所以这个概念就重点来啦，是不是陈亭妃就这个输掉数字里面有大幅的领先林俊宪？但是党内初选的民调会是这样吗？再来交叉分析一下，20到29岁，几乎在陈亭妃的支持度上面都是往下掉的20到29岁超过2成的下滑，那40到49岁也是下滑1成。不过谢龙介的部分呢，倒是在50到59岁是最领先的，支持度最高的比例。有意思的是中立选民，因为以中立选民来看呢，非常高4%、4%、3%还没有决定是要支持谁？但是呢，以目前比例来看，支持陈亭妃的比例还是高于谢龙介，也就是说，这个中立选民将会是有很大的变化，决定未来的选情。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喽。但关于赖清德总统呢，现在全台湾的公庙，他是叫做赖师公嘛，都在走公庙公庙趴趴走里面很重要啊。像他去彰化，就要告诉大家说，接下来彰化的选情要如何来运作到彰化的公职人员座谈，关门3个小时不受访。那很多人都说转述内容是说，他就谈到未来彰化县长提名的人选等等的。吴峥也转述，大家在关心的是美国对等关税冲击很大呀。赖清德回应是说，明代协助企业跟政府对接取得资源，可以渡过难关，要大家有信心一点没有问题。那真的会有信心吗？因为他说要争取不叠加关税，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是20+N， 谈的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那当经贸办还公开在9月13的时候，曾经公布这样的内容，是说谈判有进展喽，恭喜大家哟。等美方安排总结性会商，几天过去了，现在仍然没有任何的资讯告诉大家谈了什么呀。但事实来看看就业面，美国对等关税冲击很大，放无薪假，劳工已经破了3000人。部长说，机械金属制造业比较明显，但史上最多的包括无薪假，还有暂时停工的排挤效应已经在发酵。而两岸关系的部分，抗中保台，现在还要继续这样做吗？海巡署宣布声明，哇，严重的事情什么？在连江舰执法被中国大陆的海军舰广播给赶走了吗？他就说，哦呦，这个是假讯息，事实不符。好，那哪些东西还是跟事实相符吗？零日攻击，哎呀，我们拿救安基金还有很多预算上亿元补助出来了，零日攻击到底怎么样？方恩格律师一个老外的观点来看这部影片，到第7集了，只有他认真看，他就说这个核准政府提供预算资助的官员愧对纳税人，无颜面对民众，应该为此致歉。因为他说烂透了，如果要宣传到国外的话，不但没有效益的话，第7集更离谱。这个剧情是我看一下内容说，是不是我看的影片是他看完之后心得分享说，是告诉大家有一只猪吞掉了一只钥匙，钥匙要把它拿出来怎么办？像这样的剧情发展，
他是说，如果是打算让观众看成堆的猪什么排泄物啦哈，那就一定要看《零日攻击》第7集到这样的地步。无独有偶，另外一个蓝营的粉专也说，他看了蛮多报道，说虾评如潮等等，看了一下流量，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第1集到第7集一直不断的下降，1亿多的民脂民膏砸出来的叫做什么做呢？也是跟排泄物有关。那到底花了这么多钱，有没有任何效益或国际的宣传？只有内部的一种恐吓效果吗？不对称作战，国防预算传出来，总金额将会飙高到破兆元的编列，要分7年来编列，是要跟美方交代吗？还有无人机的采购预算高达了500亿，天降大单啊！立刻军工股今天大涨，包括了这个采购计划有4.8万架，要500亿这么的多，几家的一早就军工股全部大涨了。无人机工程师在民间呢，这个昨天新闻引起讨论，这是易美啦，他们公司说贴出了一个要征求无人机工程师的工作，职缺有3万5起薪，就大家疯掉了，讨论了，你太瞧不起我们做工程师的吧？因为对岸如果抢人的话，随便也是12万起跳。那台湾市场行情不一样吗？还是真的就不值钱呢？在共军的阅兵里头，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远程的火力，还有无人机的各种的战斗力，连美方都吓了一跳。但我们的国军呢，这个是有专家来形容说，民党政府这5年兵力的整建计划如何反制我们所看到的93这种远程无人机的威胁，现在的形容词叫做没有对策。亮哥，首先来看看刚刚台南的最新民调数字，可以看到了谢龙介对上了陈亭妃跟林俊宪，林俊宪是赖总统的子弟兵啊，到公庙去辅选，辅选对啊，这概念是一定要赢吗？可是民调数字现在落差蛮大的。对啊，所以谢龙介的机会就是赖清德的偏袒嘛，就这样啊，就是因为在救灾的参访的行程，感觉上赖清德就是把林俊宪当作市长候选人了，那郭国文也在帮林俊宪，那都让陈亭妃比较没有表现的机会啦。这个其实在台南是蛮明显的啦。然后你再看那个资源的竞争，就是林俊宪挂了1000多张看板嘛，这个没有总统下指令，不可能啊。不可能会这么悬殊啦，因为陈亭妃的资源不会输林俊宪啊，那为什么挂看板会差那么多？这显然就是总统的后援会都支持林俊宪嘛。其实赖清德这一次的提名民进党好像只有5个地方有初选了，其他都没收了，都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独裁的党主席啊！这个彰化明明就是有多人要选，你为什么不办初选啊？那新北市也是啊，结果都是用参考民调啊。那我们台南还不知道啦，因为坦白说，这个是用对比民调啊。如果是互比那陈亭妃可能比林俊宪要多10几%我不知道互比的意思就是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喜好程度嘛，是就是一样都是民进党的，可是人家就比较喜欢陈亭妃我觉得是这样啦，这一次的民调比较明显是这个，我们看到那个谢龙介在20跟29岁的提高啦，我觉得这可能意味着，民众党这个蓝白应该已经成型了啦，就是其实谢龙介跟民众党的关系也不错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大体的趋势了那因为现在还没有激烈参选嘛，现在好像大家都聚焦在高雄高雄好像几大景区不断的被开发，这样都是一些不是光电弊案，就是盗采砂石啦。但这些都曾经过去在台南也都发生过。对，可是台南因为上次谢龙介选过1次了嘛，他跟黄伟哲就是43比48，差距就很近了。其实差距不大就是我觉得台南，基本上这次机会会大于高雄高雄的问题是有林代化的变数，然后还有初选之后民进党的整合的变数那因为民进党这次高雄市长候选人没有很强的嘛
可是陈亭妃是蛮强的，所以这个就是现状，就是虽然台南看起来谢龙介是比柯志恩更有机会，可是你的对手也比较强。我讲的是陈亭妃了不是林俊宪。如果不一样，可是如果是林俊宪，那就我觉得变数很大变数很大这个我们这个方恩格这个 Russ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从第5集认真的观看，而且是付费因为他第5集开始是付费，每一集都要付费他5、6、7每一集都看。然后都写评论那结论都一样所以补贴的官员应该要向老百姓道歉有我们的钱在里面呢。是不然我觉得方恩格他也看多了。坦白讲，这种军事的电影很多啦，我们又不是没看过军事的电影。那个日本也有最长的一日嘛，然后这个。英国不是刚拍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对，就基本上你要符合军事常识嘛。我坦白讲，不是说他的那个摄影技巧不好，是他的脚本有问题嘛。他那个脚本就是荒唐的剧情嘛，让人家难以进入了这个，所以因为他是站在老外的角度看其实我也碰到好几个朋友啦，他们也有看然后他说，他第一次看他老婆看剧可以10分钟睡着，这样就是他进不去那个剧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在文化部一定会引起一些质询跟争议啦。就是你为什么对这一部戏给予那么大的补助？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台大的教授告诉我的，他说后面还有好几个，然后比《零日攻击》还要差的。你现在还没看到，你以后你就知道了，那就不知道这个政府在干嘛了。只要政治正确就要补助，是不是？好，接下来在民调的部分，我们再深入一点看更进一步的议题分裂出来包括了关于太阳能能源政策，还有整个救灾的满意度交叉来分析的时候，发现陈亭妃的支持者赞成他的有相对太阳能推动的这个支持度也是高于未决定，所以光是以议题来讲所谓赞成不赞成的谢龙介这里的支持度是高的。他这个分的有点特别啦，这个到底是台南市民是支持谢龙介的人去分的呢，还是全体的这个可能要细看一下。但总之在不管救灾跟太阳能的政策上面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因为不满意的谢龙介的支持者是基于不管政府救灾或太阳能政策不满意都是高达56%跟57%的那陈亭妃支持者当然才是60%会相对的支持，67%表示满意。也就是说，这都是包括了中间选民，还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好，我们回到刚刚方恩格继续来看方恩格那个话题，我看他的那个剧情很厉害，他真的认真看，我看了快笑死，真的是说一只猪，那第7集的主角就是一只猪，大概有2/3影片都是，就是因为这只猪吞掉了钥匙，要想尽办法把它变成跟老共有关，那要做敌情作战这样的剧情。用猪的话，那个不需要经费可以省一点那个没有演员费所以大概经费浪费太厉害了吧？找一只猪当这一整集的主角，不是省了这个演员费。不过我觉得啦，这个片子基本上它是一个政治片，它是有政治目的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教材，它不是真正让你去看一个怎么讲，一个历史事实或者一个推理剧，或者有完整剧情的这种有政治目的，里面随时要把政治的讯息跟他的怎么样，他的目的要塞在这个剧情里面。无脑置入吗？老外可不买单。他就是要置入所以只是置入的很没有技巧而已连猪都上场嘛。其实你想想看，任何有政治目的的这种所谓的宣导片的话，你就宣导就好了。可是你又要假装包装成它是一个什么有剧情的一个什么战争片，那就是让人家很作呕啦。对，你要真正想要看一个很有逻辑的、很有深度的一个电影的话，这里面就被那些逻辑、政治的目的、教条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一个把它这个剧情都给它打乱了、打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基本上是符合赖清德要洗涤台湾人民心灵的
的目的的啊。那你想想看啊，可是他说是要做外宣呢。这没好骗有外国人看才怪，真的有外国人看的，用英文的片花了那么多钱，也没有几个外国人看啊，对不对？那说实话，这个要从洗涤人民心也讲，你想想看，洗涤人民，那你就是要给吃药嘛，你就上药嘛。你要我来看电影是来怎么轻松的，你把它当个药要我来吃，会享受吗？所以我觉得我蛮佩服方恩格的哈。他真的是从台湾的角度啊，他站在一个对台湾好的角度啊，提出了他的善意的批评。那他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你乱拍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要拿公家的钱来拍。你知道以前国民党拍了很多这些啊所谓的政治宣导片，那属于什么？那中影公司啊，中影公司不是国家的公营事业，它是党营事业，对。现在民进党他没有党产，他没有党营事业，因为他不需要，他党在做的事情赤裸裸的都用人民的钱，他的党就是国，所以呢，这是台湾真正的问题，这也是我觉得方恩格不断的要把这个骗子啊提出来讨论的。其实他在提醒台湾人民一件事情，就是说民进党用台湾人的钱在推行党的意识形态，这是不应该被接受的，应该被揭穿、被谴责的。赖老师，赖总统在公庙走透透的行程，也跟大家保证说，要努力的让我们关税不会叠加，谈到最好的条件，要大家有信心一点呐。您有信心吗？我没有信心，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心要从哪边来。第一个就是美国已经单方面的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对我们加税了，而且加的税是比韩国、日本都还高，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台湾的出口商已经受害了，那我们还要有信心吗？出口商的出口的产品竞争力已经是比较差了，现在台币又涨这么高，过去33对1美元，现在变成是1美元对30块台币，还在往上增值。对我们出口商来讲，台湾出口导向的经济，它苦不堪言啊，这么苦了，你还要有信心。第二个，我们看到韩国今天这个被公布出来的消息，就是美国要求韩国比照日本。那个3500亿的投资并不能从银行里面来融资，而且要是现金，也就是说，韩国的外汇存底有4000多亿，要拿出3500亿美元的现金给美国人花。那韩国人觉得，那我的外汇存底这样一下子耗光，我还能怎么办？我的韩元会有问题的，我的没有外汇的话，我会有问题的。那现在美国人就说，你如果不给，我就要给你加25%的关税。而且9月16号再没几天日本的汽车的关税就会降到15%15%，而韩国如果被降到25%，韩国的汽车怎么卖到美国去？根本就卖不进去了嘛。那这个就是对韩国来讲，现在苦不堪言。你认为台湾的下场会更好吗？我没有信心呢。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我觉得只一张空口白话说你要对我们有信心，我是没信心。还有一个，我觉得谢龙介有机会赢的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遇啊。为什么？明年如果谢龙介能够赢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赖清德要不要能不能连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明年这场仗，国民党谢龙介本人，还有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应该要团结合作，好好的打一场仗。这场仗明年一定要把它打下来，所以赖总统才会这么着急，赶快下乡到处去走透透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